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9月9日新闻，今日摘要：卡塔尔定点清除哈马斯，加沙城发布撤离令，耶路撒冷袭击致6人死亡。国防部官方消息，以色列答谢伤残士兵活动。以色列陆军司令纳达夫·洛坦在特拉维夫举办常备役伤残士兵答谢晚会，感谢伤员及家属的奉献，并祝愿早日康复。他表示，陆军致力于为伤员提供全力支持，包括治疗、康复和重返军队或社会生活，并成立专门机构帮助伤员康复重建。洛坦强调，康复之路不易，但伤员并非孤军奋战，家人、医疗团队和指挥官都会与他们并肩作战。大规模打击恐怖目标。国防部长宣布，昨天一场猛烈的类似风暴的袭击，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袭击了加沙。30栋多层恐怖建筑被摧毁，数十个与哈马斯基础设施相关的目标也遭到轰炸。这些袭击旨在摧毁观察哨和恐怖设施，并为地面部队的机动铺平道路。他警告说，如果哈马斯恐怖分子不放下武器并释放所有人质，他们将被摧毁，加沙也将毁灭。加沙城官方撤离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现已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加沙城所有居民从老城区到海岸线立即撤离。此举正值军方准备对该地区哈马斯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之际。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查伊·阿德雷上校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决心击败哈马斯，并将在加沙城地区部署强大兵力，就像在加沙地带其他地区一样。他强调，留在城内的平民正面临极度危险，指示加沙人沿沿海公路向南前往以色列设立的指定人道主义区。以色列国防军还为平民提供了一条热线，以便举报可能试图封锁道路或阻止撤离的哈马斯分子。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哈马斯领导层会议。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最近通过空军对哈马斯恐怖组织的高层领导进行了定点清除。被袭击的领导层成员多年来一直领导着该恐怖组织的活动，并直接负责实施10月7日的大屠杀以及指挥针对以色列国的战争。哈马斯加沙地带负责人兼谈判小组组长哈利勒·哈亚，曾任领导人辛瓦尔的副手，现已被罢免。半岛电视台报道，此次袭击针对的是哈马斯谈判代表团。当时该代表团正在讨论特朗普的提议。公开情报，哈利德·马沙尔已被暗杀。不同说法与反应。另一家阿拉伯通讯社称，此次袭击未遂。黎巴嫩媒体麦亚丁通过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声称，哈马斯谈判代表团在暗杀行动中幸存下来。哈马斯驻土耳其代表现已转入地下。卡塔尔称其防空系统未启动，但没有说明原因。伊朗予以谴责。阿拉伯报道称，卡塔尔有12处地点遭到袭击，以色列承担官方责任。公开情报来源，哈马斯领导层全体人员当时都在卡塔尔多哈的一栋建筑内，该建筑随后遭到以色列隐形战机 F-35 的袭击。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川普事先已获悉此事，并批准了袭击。在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袭击了突尼斯、黎巴嫩、卡塔尔、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叙利亚。以色列回应协议。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以色列有意根据川普总统的提议和安全内阁制定的原则结束加沙战争。美国角色与基地情报。阿拉伯新闻台指出，美国在卡塔尔拥有2个基地，其中乌代德空军基地是中东最大的基地，任何飞过那里的鸟类都会受到监控。
这意味着乌代德空军基地事先知道以色列战斗机飞越卡塔尔领空前往执行暗杀任务。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上周还在以色列美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发布指令，要求美国公民就地避难。参谋长声明与全面封锁。关于昨天的恐怖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在俯瞰恐怖分子来自犹太和撒玛利亚村庄的观察点表示，我们是在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袭击后来到这里，我已下令全面封锁恐怖分子来自的地区，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开展行动和情报工作，追击各地的恐怖窝点，挫败恐怖基础设施及其组织者。最终遇难者人数为6人，愿上帝为他们报仇。国防部制裁。国防部长卡茨表示，我决定对昨晚在耶路撒冷发动致命袭击的恐怖分子的亲属和村庄居民实施民事制裁，拆除村庄内的任何非法建筑，并吊销750份以色列的工作许可和入境许可。这是根据国防机构和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员的建议。加沙城轰炸。内塔尼亚胡表示，过去2天我们袭击了加沙的50座塔楼。以色列袭击叙利亚。一位消息人士称，袭击目标与叙利亚军队的防空系统有关，旨在阻止其修复。另一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袭击了土耳其的现代化导弹仓库和一个土耳其雷达站。第3份官方报告称，据叙利亚消息人士称，山毛榉防空系统和一套正在维修的铠甲系统遭到袭击。黎巴嫩定点清除。在贝鲁特以南约30公里的扎鲁特地区，一辆汽车和乘客被定点清除。伊朗爆炸与社会舆论。伊朗伊斯法罕省穆巴拉克市发生爆炸，伊朗人对新开的加沙能多益咖啡馆感到不满。该咖啡馆供应含巧克力酱的糕点和糖果，而且价格比伊朗便宜得多。摩萨德戏弄最高领袖。为了煽动伊朗民众，一份据称来自摩萨德的声明揭露了哈梅内伊日常行为的另一层含义：每天工作2小时。关于伊朗防空，德黑兰大学教授、伊朗高级官员之子表示，俄罗斯 S-300 防御系统在12天的战争中没有一次发射成功。叙利亚政权就戈兰表态。叙利亚政权领导人的信息顾问艾哈迈德·穆瓦法克·齐丹澄清道，从大马士革政权的角度来看，未来与以色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相当于恢复1974年的部队隔离协定，并不包括承认以色列或其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据他所说，总统本人就来自戈兰高地，这是联合国决议支持的被占领土。以叙安全谈判。一位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告诉阿拉伯电视台，正在与叙利亚就安全安排进行谈判，并强调必要时将使用武力。该消息人士称，叙利亚国内局势脆弱，并警告不要试图利用叙利亚局势威胁以色列安全。该消息人士还表示，土耳其正试图将以色列拖入一场以色列并不害怕但也不寻求的军事对抗。法国政局动荡。在承认巴勒斯坦国2周前，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府因不信任投票而倒台。交易新闻。路透社报道，卡塔尔总理今天在多哈会谈中向哈马斯领导人施压，要求其对美国通过调解员传达的最新提议做出积极回应。该提议旨在确保达成停火协议并释放加沙人质。以色列与西班牙外交摩擦。西班牙禁止部长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入境。昨天，外交部长萨尔宣布，他决定禁止2名西班牙政府高级官员入境。国内法挑战。向高等法院提交新的请愿书，要求取消本格维尔的国家安全部长任期。
他违反承诺并违反法律，损害了警方的正常和专业运作。安全警告：继昨晚耶路撒冷袭击事件后，安全系统正在为近期可能发生的类似袭击做准备。自昨天以来，安全系统已收到至少22条袭击警告。因警方和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的要求，法院发布了针对昨晚拉莫特袭击事件调查的禁言令。国内法律事务更新：上次报道不明确，是已被解职但未被免职的司法部长向高等法院提交了罢免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的请愿书。本格威尔部长在尼兹沃特会议上表示，司法部长威胁我必须提拔警队中的某位警官，否则他们将支持罢免我的请愿书。他用威胁来勒索我。公交车站安保问题：安息日新闻网报道，过去中央交通站都有安保，但如今却没有常驻安保人员。财政部不再要求公共交通公司雇佣安保人员，而是继续要求公共交通公司雇佣专门负责检票的检票员。自拍船队起火：该船队中的一艘大型船只在突尼斯起火。活动人士称，该船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并起火，但当地政府表示并非如此，而是船体内部爆炸，可能是由香烟、烟草或大麻引起的。视频显示，船上似乎有类似烟花的物体。戈兰演习：在上午10点15分，议会开始紧急演习，所有应急部门都将参与，并与以色列国防军、国土防卫司令部和民防部门合作。演习将在西斯平地区进行，村里的教育机构也将参与。火车演习：火车车厢在海法附近起火，这是演习。轻轨中断：由于萨尔马站附近出现可疑物体，R1线将缩短服务时间。总结：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大规模打击，并下令撤离。加沙、卡塔尔、叙利亚、黎巴嫩等多地目标被袭，以西班牙护境官员入境。法国政府倒台，耶路撒冷袭击致6死，国内多项演习同时进行。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